很多人會覺得理財是一個很飢渴、一個 chasing， 很狼性的感覺，對，你要一直追，或者是你要把它掠奪、據為己有。別害怕的時候，我要貪婪。我發現其實理財跟你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是同樣，它其實就是一個順流的狀態。其實大家都把理財想得太困難了，其實它真的是可以從生活裡面開始做起，而且更多時候我覺得理財很常是其實是在整理自己的一個過程。歡迎來到宇宙閨蜜，我是大寶，我是鳳凰。如果你是新朋友，在這個頻道我們會介紹自己靈性探索的旅程，各式各樣的身心靈知識以及靈性的工具。同時我們有開立會員影片，歡迎加入會員，收看每個月的會員直播以及更多驚喜的影片。大家剛咳嗽有關係嗎？沒關係。好，我們今天要帶主題呢，跟以上我們剛剛講的3個類別完全都沒有關係。應該算有啦，也是一個靈性探索旅程跟一個靈性的工具使用嘛，我不知道欸。總之，我們今天要帶來的就是我的一個新的系列，全新的系列叫做溫柔理財，鳳凰的溫柔理財。對 ，Episode 1。大家都知道大寶的本業是攝影師，那我的本業呢，其實在金融業，我是做一個理財規劃的部分。那同時我在台灣也有一些在行業內的一些教課授課，比較少對外，就是比較多教從業人員。很多人都會覺得理財很難，好像我一定要讀很多書，我要很有資產，我要很有資本，我才可以去理財。然後大家常常聽到什麼你不理財，財不理你之類的這種，然後我就覺得其實大家都把理財想得太困難了。其實它真的是可以從生活裡面開始做起，而且更多時候我覺得理財很常是其實是在整理自己的一個過程。其實當我們確定要做這個系列，然後你要來講的時候，我還蠻興奮，因為對我來說，我們2個理財的資歷就是可以用小白跟高手的這個。你是不是從大學就開始在金融業打工啊？對，大學就在金融業打工。金融業大學生可以做什麼？我那時候是做信用卡授權中心，做客服。大學生。然後呢，你大學畢業之後就進到金融業嗎？對，因為那時候我們畢業的時候剛好是22K 的得證時期。得證。然後那時候銀行給了我28K，我就去了。國內的銀行嗎？本土銀行。對。然後我最早一開始是做房貸。然後房貸的時候，它最主要要考慮的是擔保品，就是房子本身，還有你自己的信用跟還款能力，所以你就會在這裡面學習到風險的控管。然後接着我就去了理財，然後就一路做到現在。所以你是說，你做房貸专員的時候，你也真的會就是拿着相機、手机，然後去拍各個房子，然後說能夠讓這個屋主貸多少這樣子？對，我們會有一個鑑價的過程，所以其實我很喜歡看房子。我覺得也許這也是一個從那個時候開始培養的，對，培養一個對空間啊、能量一些感受。因為我真的有時候進去一個房子，就真的會倒抽一口氣，覺得還好不是我要住，然後我就把它拍一拍就走了。那你會因為走進去覺得還好不是我要住，我可能不能給他貸太多，會嗎？不會，因為還是看他還款能力嘛。而且房子會因為每個人住有不一樣的改變啊、成色啊、能量都會不同，所以总之不是我要住的嘛，那我們就祝福他這樣子。接着就是考證照，因為在台灣的金融業就是要考非常多證照，我大概有10幾張吧，金融證照。那我現在做到的是一個就是等於是 total solution， 就是我會給客戶一個完整的想法跟規劃，那當然也包含比如說產品的規劃配置什麼，這就是我本業在做的事情。對，但這一些呢聽起來很複雜，都不是今天的主題。還好。這些就是我平常授課的內容，可是我也會覺得，當然本來行業內有行業內專業的知識的補充，可是我真的會常常覺得很多人都會跟我說，他覺得理財好難，或者是也很久以前在台灣有一些客戶可能會覺得說，他每次踏進銀行都很緊張，或者他就覺得他是要被賣產品或什麼什麼。我覺得大家對於理財有很多的想象，而且是很多時候是因為這些想象而阻礙了你跟理財之間的關係。所以回到我前面講，其實我常常都覺得理財真的是在整理自己的一個過程。如果大家很常聽到你不理財，財不理你，其實是同一件事情。所以為什麼這個系列後來取名叫溫柔理財？為什麼？其實我們那時候要做這個系列的時候，我們有討論嘛，然後夥伴就說，他就提了一個溫柔理財名字，我就覺得哇，我沒有想過理財对你來說是溫柔的嗎？這件事情就是我覺得很有趣。很多人會覺得理財是一個
hunger， 很飢渴，很一個 chasing， 很狼性的感覺。對，你要一直追，然後你要一直追着他跑，或者是你要把他掠奪，據為己有。別害怕的時候，我要貪婪。對，你要把他收進來才是你的。可是我自己來說，尤其這幾年，就是可能跟身心靈有一些更多的接觸跟學習之後，我發現其實理財跟你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是同樣的，它其實就是一個順流的狀態。什麼意思？你越想要拿，就代表你越沒有。wanting 其實也是一種匱乏，想要、渴望，其實就是表示我沒有。對。那你對他覺得他很難，一個抗拒，那你也不會跟他的關係有拉近。所以其實這當中其實就用溫柔來跟理財結合，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完美的狀態，就是跟錢跟財富有一個溫柔的關係，溫柔的關係，係，對，溫柔的關係，溫柔的流動，甚至是可以溫柔的擁抱着。你可以跟他好好的站在一起。這就是我覺得溫柔理財這個系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們可能也可以做一些小小的練習。好，那我們今天既然是第一集，我們從最基本的來聊聊好了。例如說，在你的眼裡，金錢是什麼樣的定義？其實我會覺得金錢是一個，現在社會上面，就是我们這個3D 社會上面，它主要來交流的一個媒介，所以它還是跟人有關嗎？對啊，因為我工作我得到金錢，我消費我得到我的服務，我得到我的商品，我滿足了我的口腹之欲，或者滿足了我的基本生存。所以金錢對我來說，它只是一個在這個交流過程當中，大家都可以認同跟可以理解的一個媒介。對我來說，金錢是這樣。所以當我有這樣子的理解的時候，我就不會覺得這個東西它有好有壞，它就是一個中性的。所以當我對他們有好壞的這個分法的時候，我好像就不會特別對他有焦慮、匱乏，或者是不可以該怎麼用。我好像就不會在這個裡面，我就會覺得我認真工作，我收到了薪水，然後我要旅行，我拿去用，我要買東西，我拿去用，然後呢，像之後工作的錢，就是它是一個流動態。我覺得我從小聽到大一句話就是要存錢，要存錢，對，然後尤其物價一直在漲，房價也一直在漲。所以長輩就會一直說你要存錢啊，以後房子老了，以後你也老了，以後怎麼樣你才有錢可以用。所以就好像是一個必須要累積越多，對於未來才會有安全感的一種基底。然後你擁有多少這個東西，好像也同等證明了自己的價值。我覺得這跟一般就是開始工作的人要怎麼樣去定位跟定價自己的服務，也會有類似的狀況。我的服務，我的商品如果定什麼價格，那我值得這個錢嗎？就是大家好像也會陷入一個自我價值的一個權衡跟焦慮。所以其實金錢的關係，它是一個很大的議題，我們可以在這裡面有很多的討論跟延伸。但我們先回到理財這件事情上，你剛剛有提到就是一直存錢這件事情，它沒有不對耶，因為每一個人對於金錢的安全線是不同的。像因為我小時候家裡發生很多事情，所以我跟我妹妹都會一直有一個我身上要有多少錢我才會覺得很安心，因為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沒有。你家裡很多財富的風波之前，對。所以我現在只要是我有維持這個水位存在的時候，我其實就會變得很舒服。所以每個人的水位不同，那你要去思考是這個水位是你的還是你父母叫你？因為你說的也有道理，因為如果說我的父母他們要想的当然是要怎麼樣照顧長輩，還要照顧自己子女，所以要準備多少錢，對不對？那個，然後再來就是要住什麼樣的房子，然後給小孩子受什麼樣的教育之類，他們要想的他們的花費是會很多項目的。可是对當時他跟我講，我可能只是一個學生，或者是大學剛畢業，我可能想的只有3餐，然後可以買我所需要的手機，然後可以一陣子出國度假一下之類的，我們可能想的範圍就完全會不一樣。的確，就是我常常在上課的時候會講，其實理財就是理你一生的現金流，也就是說你什麼時候可以花這個錢嘛。那我們通常在結婚成家生子會來到我們高峰曲線，然後接下來會慢慢變少，因為花的錢會變少，可是相對來說我們的income也會變少。
是因為你越來越老了，你可能就開始比較沒有工作啦，收入就會比較少，所以這個時候的安全水位跟你高峰期的安全水位跟你年輕的時候會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在理財的過程裡面慢慢的累積，用自己舒服的步調去累積到你未來假設沒有一個實際的流量進來的時候，你還是覺得舒服的。所以在這裡面你就更需要去了解自己，我需要花費什麼，什麼是我需要的，什麼是慾望。我們換另外一個層面來聊，你覺得金錢對於你的意識來說是什麼？意識什麼意思啊？最簡單的一個方法就是當你閉上眼睛想到金錢的時候，你是出現什麼樣的畫面、感受，還是有文字，還是有聲音？你可以跟我分享嗎？我第一個看到的畫面其實是黃金條，然後接着看到的是車子，然後房子，都是一些不動產跟动產，還有負債。好直觀哦！我天哪，我好直觀，好直的腦袋哦。好，那你看到這些東西，我們再往更深一層，我們再去思考，你覺得這些東西在你的生命裡面，它代表什麼意義？對我來說是一種能夠給我舒適感的資源。所以其實金錢對你來說還是偏向在物質層面的。对钱对我來說是這種感受。所以跟很多人，跟世界上很多人比起來，你是很幸福的，因為你沒有生存的壓力跟需求。如果我們在比較困苦的區域，你問一樣的問題，他們可能會想到的是麵包、食物、水。錢可以換到什麼？他們想到的是很生存層面的這些物質，但我想到的是車子、房子。是，所以你看你在這樣子裡面，你就會了解到說，所以金錢對你來說是滿足慾望的一個存在。因為沒車沒房，其實也可以活。對，然後你就可以 OK， 我了解，但我沒有要批判任何事情，那只是每個人的在意識層面上對金錢的存在感，或者是他對金錢的想象或对金錢的運用，他有不同的頻率狀態。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練習說，好，假設你會因為這些物質狀態而感到非常焦慮的時候，那你就要去看見這裡面其實沒有這些物質狀態，你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就可以進而去緩解你對於金錢上面的不安跟焦慮跟恐懼。但假設像你剛才說的，如果在一個生存層面都還在掙扎的人，他想到的就是麵包啊、三餐啊，那如果沒有錢就沒有三餐，所以會真的很焦慮。那這個時候呢，當你發現原來你其實是一個連基本生存都有焦慮的人的時候，那你就要更去思考你在用錢的方式有沒有可以調整的。例子，你想到什麼？想到錢，然後你腦中浮現是什麼？我剛剛想到的是那種淡黃色、亮晶晶的一個畫面，並不是一個物質的東西。那這個淡黃色、亮晶晶的，它在你身上嗎？還是在你外面？還是不知道，就是一個空間。好，所以呢，其實金錢對你來說的在意識層面啊，你其實是認為金錢是幫助你達成某一個目標的一個媒介，你會透過金錢去完成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你想要追求，比較像是精神狀態的東西。比如說，它可以滿足你的興趣，它可以滿足你的夢想，它可以滿足你的精神層面的一些想象。對你來說，金錢在意識層面的重要性在這裡。你覺得呢？好像有一點那種感覺。你是很願意花錢去學東西的人，對不对？对。对啊，因為你會認為金錢可以支持你這個想要學習的慾望，然後你會比較願意花錢在這些精神層面的事情，大過於物質層面的事情，對吧？對。當你發現我們把金錢這個概念從你的表意識來到意識層面或所謂的潛意識層面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其實你跟金錢的關係或你的想象，其實跟你原本想的其實不太一樣。其實錢就是都會來，但是有沒有來到那麼多可以去買這些大房子、大車子，好像就是要看狀況，對吧？因為我是接案子的攝影師嘛，
所以就是哇，真的剛好有一個大 project 的時候，我可能就可以升級我的物質上面的東西。可是沒有的時候，其實我也不會有生存上面的焦慮。那接下來就是，如果你的意識層面對金錢的想象跟感受是這樣的話，那我們就要從生活裡面去看有沒有辦法調整你現在跟金錢或理財的方式，來達到你意識層面想要達到的事情。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想問你說，你有在關注金錢嗎？有啊。你怎麼關注它？我就每天就會打開，沒有看它個1個小時，沒有。我有關注金錢嗎？會關注啊，我有理財的 app，然後我花每一筆錢的時候，都會在上面有同步去看到我現在信用卡刷多少啊，然後賬戶刷多少，賬戶裡面有多少資產，然後股票啊等等的，對，所以每一天都會確認一下現在自己的資產有多少。所以你只是在確認自己的資產有多少。什麼意思？所以你對金錢的關注只是關注在我現在有多少，有多少可以去買豪奢品這樣子，有多少我可以拿去買快樂的東西。應該是說，如果你想要，你剛剛講到你是接案嘛，所以有就有，沒有可能就沒有嘛。所以有的時候就覺得，好，我可以增加一些我的設備啊，improve 我的物質層面嘛。没有时候那也沒關係，反正我也活得很好嘛。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把你的物質，你想要的這些物質層面的東西，就在你意識裡面這些物質層面，顯化嘛，或者讓它發生。OK， 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只是關注在你已經有的，你要花力氣跟精神去關注在你還沒有看到的。也就是說，你還沒有看到那些流落在你生活周遭的那些金錢們，你沒有發現他們，你沒有發現他們還有更多可以用的方法，可以運作的方式，可以長大的模式。OK， 你沒有花時間去關注這些事情，去開發他們嗎？對啊。OK， 對啊，開發然後了解金錢可以有很多種使用方法，比如說你刷了信用卡，這張信用卡它有沒有回饋，它有沒有什麼好處？他在哪家店刷有什麼優勢？你今天去吃飯，他有沒有買1送1？是吧？這從最小的開始，或者是你今天出門的時候，你選擇的交通工具，什麼時候買票，什麼時候他有沒有優惠，早鳥什麼，你就可以把你原本有的東西再往外推一點，再往外推一點，然後你的金錢的模式跟版圖就會越來越大。可是剛才講這種回饋，好像就是很小的菱角，好累哦。關注這些小菱角，對我來說會覺得好耗神哦 ，CP 值很低。所以啊，你就會發現，在你的整個運作的狀態裡面，你沒有那麼喜歡錢，你沒有那麼需要錢。我覺得我不缺，對，我沒有缺，所以你不會有大房子、大車子跟黄金金條，因為你沒有到那裡。你們不要來了，好吧？不會來，不用出現，謝謝。應該是說，我們了解，我們有這樣子的想象，當然它只是一個慾望。如果我們真的來講，你沒有它不會怎麼樣，所以你的態度就是這樣啊。所以你跟他之間就是一直會有存在一個這樣子的距離。就是一直想，但是其實也不需要，也沒有缺，也沒有必要，你也不會想要往那裡去。其實也沒有。對，這就是你跟他之間的距離。好，那我們看到這個距離之後，你接受這個距離就好啦。你不會因為這個距離覺得不甘心，我朋友都買大車大房，我就沒有。其實我現在也蠻好的。對，所以那我們就更了解啦。對不對？那有沒有可能因為大車大房真的不是我的主觀想要，但就是它在眼睛裡面逼起來就出現。所以啊，當我們了解這些東西其實跟我們有個距離，你也接受這個距離，你也接受這樣子的生活，其實你可有可無。當你真正了解之後，然後我們等一下做一個冥想然後你再閉上眼睛之後，出現在這個意識層面的東西就會改變。好，所以你的步驟是你要先理解你自己的狀態，然後接受你現在對於這個意識層面的事情，你的想象是想要跟他靠近，還是這個距離也可以，還是其實它根本就跟你無關。了解了之後，再透過一個冥想或者是一個靜心的過程都可以，然後你就可以去更好的去關注你跟這個目標或者這個金錢跟你的距離跟關係有沒有鬆動改變的可能。好，因為我現在對於大車大房就是一種隨緣的心態，有就有，沒有其實也沒關係。對。那我們等一下試試看，我們冥想之後，在意識層面上你出現的東西是什麼？好，好嗎？好，那我們來試試看。
好，然後就是像你剛剛已經有表達出你的意識層面想到是什麼嘛，通常你就可以把它写下來，寫在紙上面，然後你等一下張開眼睛的時候，你就會看到不一樣的感受，或者是不一樣的想法。字会變，不是，你對這些紙上面的字会有不一樣的感受。那我现在去拿紙。好啊，你就把它寫下來。好，那你写好，我們等一下就開始做一個簡單的冥想。那也邀請大家呢，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做這個冥想的練習，看看呢，在意識層面上呢，你對金錢有沒有不一樣的想法？那我們就開始。那我們就先做3個深深的深呼吸。想象有一個小小的你，迷你版的你，從你的胸口開始呢，抓着一條繩索，往你的大腦方向開始攀爬，慢慢的經過你的喉嚨，經過你的嘴巴，經過你的鼻子，跨過眼睛，來到你的頭頂中間。介於你的眉毛跟頭頂中間的這個區域，我們讓它抵達這裡。抵達了之後呢，你會在這個區域看見你剛剛寫下來的這些意識層面金錢對你的感受、畫面、想象，或者是聲音，或者是文字。现在他們會圍繞在你的周圍。如果你覺得被他們圍繞的感覺很好，你就席地坐下。如果你覺得他們圍繞着你，讓你覺得不舒服、很煩躁，那你就撥開它們，繼續的往前走。你會一直走到有一束光灑落的地方，在那束光下席地而坐。然後你會在光裡面有一些新的感受，可能覺得熱熱的，可能覺得涼涼的，很清爽。讓這個感受延伸蔓延到你現在身體的每一個細胞裡。從頭上開始，慢慢的覆蓋了你的全身，一直到你的腳趾頭，讓自己沉浸在你在這束光裡面的感覺到的一切。好，我們慢慢的，不論你是在圍繞着裡面席地而坐，還是在光裡席地而坐，我們現在慢慢的站起來，然後給自己3個深深的呼吸。可以慢慢張開你的眼睛，然後看看你剛剛寫下來的文字，你現在對他們的感受是什麼？
誠實的說，當然，我覺得這些東西好像都跟我沒有關係耶。就是金條大房子跟豪華名車，好像這些東西好像不只是身外之物，而是好像跟我真的沒有關係。我說不上來，不是不好，也不是好，就是這跟我沒有關係，我說不上來。好，我剛剛有說，就是有2種方式嘛，一個是如果你覺得這些跟你覺得很舒服，你就席地而坐，讓它圍繞着你。在這樣狀態的人呢，你就可以在現實生活中面真的跟這個意識層面更為的貼近。但如果你被它圍繞的時候，你會覺得很不自在，有種束縛，或者是覺得不舒服，就任何一點不舒服，你往那道光走過去之後呢，其實呢，它會帶你有一個新的洞見。但是呢，因為這個冥想呢練習很短，所以你有可能現在還沒有辦法看到那個新的洞見。但做這樣子的練習，你下一次就可以直接往那束光裡面坐下。然後繼續的讓那個感受充滿你之後，做個3、4次的練習之後，當你在想到金錢，你閉起眼睛的時候，在你意識層面會出現全新的東西。我剛的意思是說，我覺得就是金條啊、大房子啊、豪華名車，就是這些已經被形象化的這些物質，其實跟我對我來說不是我的。對我的意識層面來說，並不是重點。我只是想要從他們身上得到的是一種安全感。對，所以擁有這些東西會讓我有安全感。但是如果我要的是安全感的話，它不必然是用這樣的形式來呈現。所以我就會覺得，金條可以給我安全感，我有安全感。不需要靠金條，也不需要到大房子。對，因為你本來就有在做靜心、做冥想，所以你的速度就會很快。當你進到那個光裡面，其實你新的洞見已經出現了。可是也許有一些人他沒有做過這個練習，他可能需要做個3、4次，你才會在那束光裡面有新的洞見。所以現在金錢在你意識層面新的洞見就是安全感。安全感是嗎？是。如果很底层的感受其實是這個，是一種生活上的安全感。那接下來就是在生活裡面的每一個選擇，每一個跟錢之間的關係，怎麼樣去塑造這個安全感，讓你離安全感更近。然後貼近的時候，也許下一個新的洞見會是新的，就會有新的層次在出現。這就是一個很好跟金錢還有你自己關係的一個小小的練習。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流動的，每個時期你都會有不同的意識層面跟金錢的關係。有的人可能結婚生小孩會是一種，然後可能換工作是一種，換工作前換工作後都是不一樣。所以這個練習很適合大家，都是可以常常做的。那你就會在這個練習裡面更了解金錢對你自己的意義是什麼，是對自己的哦，不是別人，不是普世價值，不是誰怎麼說，是對自己的。在這過程裡面更了解自己之後，你就可以採取不一樣的理財的一個步驟跟前進的方向。講安全感，那你們都是我的錢。是啊，我好有錢。好。剛剛我有聊到啊，就是大家都覺得理財很難，理財離你很遠，我好像要存很多錢才能開始理財。我就想教大家一個很基本，但大家常忽略的一個小撇步，就是要做定存。雖然呢，台灣的利率呢普遍偏低，可是大家不要忽略了複利的威力。所以呢，常常我們就會在銀行裡面有筆錢，然後你就把它放在活存裡面，然後要用的時候才用或者繳卡費。其實會有一小部分呢，是你真的短時間之內用不到的錢。這時候我就會建議你們可以把它做一筆定存。現在台灣的銀行啊，網銀都很方便，1萬塊、5萬塊、10萬塊都可以做定存。所以你就把它存起來。好，假設呢，我就把我剩下來的不會用到10萬塊做一個定存。那要怎麼設定呢？就請你設定1個月的定存，然後呢，你要設定到期是本利續存，它就會在每個月的時候自動續存、自動續存、自動續存。為什麼要設定1個月呢？因為你有可能突然需要用這筆錢，那你最多也就損失那1個月的利息而已。所以是一個很棒的方法，而且有時候呢，我會因為我的定存還沒到期，我就不去買這個東西，相对也是省下了一點錢呢。所以呢，這個小小的定存呢，每個人在手機 APP 上點一點就可以用了，分享給你，記得不要讓錢白白的浪費掉咯。我們下次見，拜拜。